好了，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啊。今天分享呢是张占奇同学的一个体会他说李老师这几天都在讲呼吸的重要性，讲神息相依讲在身体的深处安放一颗清明的心。实际上这一法已是万法，是我在心里面感到十分有幸是遇到了李老师，得到了真正的大道理法得到了那种状态的信息，也得到了初步实践的机会和决心。说但有一个问题也出现了，说我练了10来年的觉，在括号说可又没有到家，没有按部就班的去练，没有下狠劲儿去练，每天都是零星的练，还要不要练下去？如果两个都要，就只练体和770克在身体深处安放一颗清明的心，那又抓不住重点了。说今晚听明白了，也知道了哪个重要了，哪个不重要。李老师说说你可以没有突然的明朗，但不能没有呼吸。这就把生命的重要性给突出出来了我们分着说人有觉的整体性，有生命的整体性即呼吸，有人天的整体性，人的精气神与时空的整体性。说实际上770克讲的是万法也是分说的三性的整体性，说人天整体性。没有那个相，人可以活；有了那个相，也不一定能活得长。没有了呼吸呢，也就没有了生命，还到哪儿去找体去那么现在所要学的、做的是生命的时空整体性，是实实在在的真大道、真功夫、真幸福。所以我们要真心实意的去练就按照老师说的去做，不失时机的去做，用得来的幸福成果去感谢老师其实大家只要自己练了，你有所收获了，那就是最好最好的了其实刚才我就是张老师他分享的这样的内容，就是我在练他要选择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是重要的。比方说我们讲这个练觉，练觉知对不对呢？是很对的。你需要你练动作，比方说你练任何动作，练太极拳也好，打坐也好，说干什么也好，你都要有那个觉知，都要有那个觉知。但是呢，平常我们很多人所认为的是你在练觉，但其实不是真正的那个觉。很多时候所谓的那个觉还停留在头脑中的想上来。当然这个呢要分呢也不太容易分清楚，说我们这讲一讲你就分清楚了也不太容易。所以但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反观朝自己，我到底是练觉呢还是想呢？这今天要讲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平常我们说我们要主动的去锻炼，要主动干什么？主动干什么？然而事实上我们很多人所认为的那个主动，其实并不是主动，甚至说主动不是主动，那就是被动，甚至说不是被动，是躁动。真的是这样，因为当你没有真正认识那个主人的时候，你说那个主动，我要去觉是谁去觉主动自觉，自觉什么意思？就自己内在那个灵性它去觉。但平常你那个觉呢，不是那个真正那个自己去觉，而是头脑中去觉。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当然这个话好懂，但是可能要理解它呢，真的需要练。你从中想我要去觉或主动，其实你不是那个主在动，自觉不是那个自己在觉，所以你练好长时间这个所谓这个觉，你练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真正那个自己去觉，还是在脑海里面打转转，说我要主动的干什么干什么。很多时候不是真正那个主在动，不是真正那个主在动。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在练呼吸的时候，其实不是我说，是古圣先前讲的这样的内容，说真正练呼吸的时候，那个呼吸要为主，所谓那个心，你那个心神要做兵，主克主嘛，兵嘛，要做兵。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呼吸是主，
那个心神是兵。为什么这样？大家注意啊，就刚才说了，我们很多时候错认主人公，认为我们的脑海、头脑中那个想象把它当成主了，那有时候就错了。其实我们头脑中的那个思想，甚至还有一些业已形成的一些观念，是你的情绪，说我主动要干什么，主动，其实有时候不是你主动要干什么，是你那个一气之下要去干什么，是有时候被你一个什么东西冲昏了头脑，我去做什么，那个时候是你的主吗？不是主啊！两人吵架生气了，我主动打了他一巴掌，好了，打完之后第二天，哎呀后悔了，哎呀当时怎么干那个？哎，那个后悔的那个自己才靠近真正那个主。可你当时打人的一巴掌的时候，就认为我就应该打，我就是主动打的。你看，其实那个时候冲昏了头脑。那你为什么后来又后悔呢？到底哪个是主呢？对吧？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你被别人骗的时候，你做什么事你也觉得，哎呀，我就是这样，我就是我主动我要去做的呀。其实你不是主动去做的呀，你被人骗了。你看现在那些去银行里面汇钱的，给骗的那些老大爷、老奶奶的到那去呀，我就是要去做这个事情，我就是主动我要去做的。那警察在旁边说他都不愿意听，他觉得我是主动要做的，没错呀。可是那个时候其实他已经不是主，他那个主已经被别人的思想控制了，被电话另外一端那个骗的给控制了。那有的时候我们头脑当中不是有个骗的电话连到头脑里面去了，是你过去已经形成的一些观念思维在脑海里面，是一个无限的东西，无形的东西在你头脑里控制你。我说清楚意思没有？这个比喻我觉得应该比较恰当。那个电信诈骗的是被电话那头通过什么把他给骗了。我们头脑当中也有啊，你过去头脑中很多的观念，他也会骗你去做一个什么事情，但你觉得什么，你就我是主动做的。其实那个时候不是主。这是我们锻炼修心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心息相依这个心，你开始的时候要求我要精神集中回来，精神集中回来，调整呼吸，这是有必要的，因为平常你太散乱了，要凝神，把精神回来，凝神调息，开始你必须这样做。可这时候这个心其实还是后天之心，还是那个失神，不是那个元神。但这个神，这个后天之心，他已经知道该往什么方向做了，该往什么方向，这个后天先天就合起来了，在意愿上是合起来了。他也知道我要练呼吸了，我要去调整，我要去怎么样了。可是你那个时候的精神状态还是后天，还是头脑，但这个头脑已经和心它目标是一致的。你比方说平常说我会去练习这个觉知，我练觉知，你这个意念是对的，可你头脑中总惦记着我要练成什么，练成什么，好了，你头脑中一直在那去想的时候，一直有这样的意愿的时候，你就练不到真正的觉知。你想往这儿走，可是你想往这儿走，这个想就把你控制，把你干扰了。到这呼吸也是这样，我心息相依，我要练着精神集中到呼吸上，和呼吸合在一块儿。从开始有点像什么呢？我精神管着这个呼吸，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但是，当你精神往里集中之后，你就要慢慢的把那个精神往后退了。你不能再用精神老盯着那呼吸了，你就要让呼吸作为主宰了，呼吸作为主，呼吸是主，那个心神呢，只当一个顺从者，从着他，跟着他，不是主宰了，老老实实的，我跟着呼吸走了，
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哈？哎，这样呢，你慢慢的，那后天的呼吸慢慢那个精神啊，大家注意，那个心神是后天的，呼吸是先天的。大家想，你先天一出生你就有啊，你会呼吸啊，呼吸是老天爷给你的，你的那个思想观念是后天来的，你把那个后天的放下来，你跟着这个先天的呼吸。跟着你生命活动所必须的这个呼吸，跟着它走，哎，慢慢，你就会唤醒先天那个呼吸状态。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这呼吸是生命活动，每时每刻都需要的，而头脑，你睡着觉是不需要啊。你生活中也并不是老需要你的头脑啊，但是你总需要什么呢？总需要你的呼吸。所以呼吸是根本的，甚至可以说这个头脑是现在我想也行，不想也行，因为我睡着觉是不想的，但你呼吸一直在进行着，所以呼吸是最根本的生命活动。所以我才一锻炼，我的心神是后天的，放下来，呼吸是先天的根本，也可以说呼吸是通天的，是通天的，人和大自然相合的，而这个头脑不是。所以我要跟着呼吸，以呼吸为主，后天那个心神为兵，慢慢的心神，后天的心神落，哎，这个主强，先天的这个呼吸状态出来了，你真正的那个我，那个主才出来，真正那个主，那个元神就被你那个失神给盖住了，所以这个失神呢，就跟着呼吸，让呼吸作为主，这个心神作为仆人，作为兵，慢慢的这个心神弱，后天的心神弱到没有干扰了，那个先天的神才出来了。注意哈，就你那个后天的心神，它随着呼吸慢慢的弱，但弱，它的干扰就小了。干扰也小了之后，那个真我才能出来。那个时候出来的东西，那才是真正的什么？真正的那个主。大概想一想，是不是？那才是真正的那个主。但这个不是说一说就行了，那是需要练的，需要练的。你看，子阳真人和杨伯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啊，在他那个《悟真篇》里讲说，用将须分左右军，左右军是左右是阴阳啊，说饶他为主，我为兵，就这个我是兵，那个呼吸是主，呼吸是主。这邻居家不知道在干什么他家里可能突然出现什么问题了，在那儿啊，就是个息是主啊，心是兵，就呼吸是生命能量的自然运行主体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个心神呢，退居到一个什么客人的位置，避免去干扰本来就有的生命活动的流转。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这个呼吸乃至身体整个人的气血的运行是先天的，是本来生命之所需的。那个心神慢慢的退位，哎，不去干扰它，让它自然的去运行，这是我们需要做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所以待会儿我们在练的时候啊，就往那一站，练这个心气相应。开始的时候，你需要精神集中集中回来，心气相依于丹田，慢慢的。那个神弱下来，
落下来，落下来，落下来。心只随着呼吸，让呼吸为主，心神为宾。这个心神指后天那个心神为宾，呼吸是主。我表达清楚意思没有？呼吸是主，跟随着它，慢慢的，后天心神那个主动性弱了，因为本来他就不应该去掌控生命，哎，他弱，你真的能感受到你内在原本的那个真正的生命力，随着你后天心神的弱呀，你本来那个生命力反而会强大起来。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来练这个内容哈。好，大家放松。将分开，直接分开成好8字。两臂慢慢上来，这抬胳膊的时候，就好像胳膊里面没有肌肉，不是用肌肉的力量抬起来的，抬起的不是胳膊，而是安静。身体微下部，全部的精神凝聚回来。心息相依。开始的时候啊，你可以调整自己的呼吸，调整自己的精神，凝神入丹田，调息入丹田。
放松全身，百会向上虚旋，整个身体放松到虚空之中。这样，呼吸便自然顺畅。然后放下，调整、控制呼吸的心。呼吸为主，我为宾。甚至你都放下我要觉知呼吸的想法。因为每当你有想法、有意愿，都是你的头脑。在这个生命活动之中，在你的生命体里，呼吸是主。那个我此时此刻就好像可有可无一般。
蠢蠢欲动的那种感觉，或者想要控制，要想个马上落下来。呼吸是主，全身的气血运行是主，我是病，知道这些就够了。你都可以这样想：哎呀，我没有资格参与到生命活动之中。那个后天的我，因为那个我呀，对真正的生命活动一无所知，所以甘愿把主动权交给呼吸，交给生命。你只知道就够了，安静。呼吸是主，你得一直和那个主在一起。一直跟随着，安安稳稳，老老实实。
静，安静。会上来，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两手分开，敞开心胸，张开怀抱。胳膊里好像没有肌肉，也就没有我所能控制的东西。开启的是安静，是那颗安静的心。没有头脑，就好像不是我让动的，是那个安静在动，静中之动。七遍。渐变。知道理，无限虚空，无限安静，安静。慢慢上落。
颈额头，面，胸，腹，小腹，双膝软，腹归阴。柔弱无骨，两手敷于足面，下上提，下上提，下上提，转掌，颈腿的后侧慢慢上升，你们点按。你圆腿的后侧慢慢下落，腹归阴耳，身体柔弱无骨，头脑空空荡荡，经脚外侧，两手敷于足面，下上提，下上下上提，转掌，颈腿的内侧慢慢上升，到肚脐，点两手重叠在肚脐上，尽量
静坐静养。安静，心息相依。大家安静。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有时候你看似主动，好像我这个主在动，自觉是自己真正那个觉，其实有时候不然。看似主动，其实是你个头脑在动，头脑在动，那就是被动啊，那不是主啊，甚至可以说是躁动。那个头脑它是不安稳的，是乱乱的动的。所以我们在呼吸的时候，要知道，开始是头脑指挥着身体，那个呼吸心息相依，心息相依。慢慢的，那个心神，所谓的心神是后天心神，那个主动性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它不是根本那个主，它是客。放缓，放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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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到最后空了一样。你真的会发现内在你生命那个活动那个根本的东西，哇，真正那个主会出来，有生命力呀！你能感觉到内在那个气血会变得完全不一样的，和你平时头脑中你认为的你要控制的那个生命活动，那完全是不一样。其实平常我们很多时候说我在主动控制，其实你不是主动控制，你是在干扰。因为所谓你那个主，它和你真正的生命活动关联不大，不是真正的那种天然的链接，是你后天头脑所认为的给身体的这样或那样的信息，所以把它安稳下来，安稳下来，安稳下来。生活中其实也是这样，在锻炼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主，生活中有时候也不知道是主啊。就像我刚才打比方讲的一样，我揍了他一巴掌，我骂了他几句，我怎么样，之后你就后悔了。可你当时呢，你认为就是那样的。所以平常讲生活中说人人都在梦中嘛，你认不得那个主人公，那你的一生可能就在梦里面过了。但是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真正要通过锻炼，通过学习，要真正知道要臣服下那个后天之心，让先天那个元神，那个真正的那个元神那个主，慢慢能够显现出来。哪怕有一次显现那种状态，只要有一次显现，你终身你都忘不掉它。但是显现之后，知道是它了之后，慢慢，它的力量就会强大起来。其实
本来力量是很强大的，你外面的东西给它盖住了，它本来是光明的。所以，我们做这个心机相依，一旦慢慢的那个后天之心弱是弱，其实也这样弱掉之后啊，先天的那个元神本来的那个生命力就展现了出来了。好吧，我们今天我们就一起锻炼到这儿，好，我们下一次接着练，好，谢谢大家。